很多人以为明星的隐私无非就是绯闻和恋情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连一张全家福都能变成一场舆论风暴？就在这几天，两件事同时冲上了热搜。一件是张凌赫的家庭合照被大规模传播，引发了一场关于隐私边界的激烈争论。另一件是田曦薇和胡一天两个你追了很久的名字突然被扒出，原来从出道那天起，他们用的就是自己的本名。这两件事看起来毫不相关，但他们其实在问同一个问题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。先说张凌赫这件事，事情的起因其实并不复杂。去年，张凌赫自己发布过一张和父母的合照，当时他特意为爸爸妈妈的脸打了码。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，每次晒家庭内容都会保护父母的隐私。但就在8月2号这天，事情起了变化。这张旧照的未打码原图被一些营销号扒了出来，配上与 quote 妈妈近日首次公开全家福与 quote 这样的说法，买了热搜，广泛传播开来。而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实的。张凌赫父母压根没有主动公开过这张照片。原图一出，网友们的反应可以说是两极分化。一边是清一色的颜值狂欢，有人说张凌赫的桃花眼和鼻梁几乎是妈妈的复刻版，有人说1.9米的身高完全遗传自1.86米的爸爸。与 quote 基因彩票与 quote 这4个字一度刷屏评论区，甚至还有人发现张凌赫妈妈的眉眼气质和演员周雨彤有几分相似，与 quote 跨代撞脸与 quote 的话题也跟着火了一把。但另一边声音就没那么轻松了。张凌赫的父母是彻彻底底的素人，他们没有开设过任何公开社交账号，也从未配合过任何造势和宣传。这次照片的传播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意愿。大量粉丝和理性网友站出来呼吁，请给素人打码，请尊重个人隐私，请把关注点放回张凌赫的作品本身。事情的本质其实很清楚，艺人自己选择站在聚光灯下是一种职业选择，但他的家人没有做出过这个选择。而就在同一时间段，另一边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与 quote 身份与 quote 话题也悄悄发酵开了。这就要说到田曦薇和胡一天。最近因为新剧《天才女友》的热播，这两个名字被反复提起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，田曦薇这3个字就是她的本名。从2018年出道至今，她从来没有用过任何艺名。1997年出生在重庆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。田曦薇这个名字陪着她走过了每一部作品，从《卿卿日常》里的李薇，到《竹玉》，再到现在的《天才女友》。胡一天也是一样。很多人以为一天这个名字一定是精心设计过的艺名，充满了文艺感。但事实是，这就是他父母给他取的本名。胡一天自己在节目里说过，这个名字的由来跟打麻将有关系。他甚至开玩笑说，以后如果有了儿子就叫胡二天。这个说法一出，粉丝们全都笑疯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田曦薇和胡一天这次合作《天才女友》，正好接在他和张凌赫合作的爆款剧《竹玉》之后。不少观众忍不住把两对 CP 拿出来比较，讨论谁的糖分更高，谁的默契感更强。这种讨论本身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，观众对明星的关注已经细致到了这种程度。你不仅关心他们演了什么角色，你甚至开始关心他们的名字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同样是关于与 quote 身份与 quote 的信息，为什么田曦薇和胡一天公开本名，大家觉得是有趣的花絮，甚至是拉近距离的萌点，而张凌赫父母的照片被公开，却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议。如果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不妨先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次的讨论。我们接着往下聊。其实答案并不复杂，田曦薇和胡一天公开的是他们自己的信息，是他们主动选择并且一直以来都愿意分享的部分，这是一种自主权。但张凌赫父母的脸不是他们自己选择公开的，这是被动的、未经同意的曝光。同样是与 quote 信息公开，与 quote 主动和被动之间隔着的是整整一条隐私的红线。这条红线恰恰是现在的粉丝文化里最容易被忽略，也最需要被重新讨论的部分。名字是艺人身份的一部分，公开了，顶多是多一个花絮谈资。
但家人的脸、家人的生活从来都不属于公众场域。艺人自己选择了聚光灯下的生活，但他们的父母、他们的家人并没有签下同样的契约。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，很多人已经渐渐习惯了万物皆可讨论的网络环境，却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并不是所有与明星有关的人都自动成为公众人物。明星愿意接受镜头、接受采访、接受外界评价，这是职业的一部分。可他们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亲朋好友依然只是普通人。他们没有商业合作，没有公众身份，也没有义务承受来自陌生人的评价和放大镜式的审视。一张照片可能只是网友眼中的一个话题，但对于当事人来说，却可能意味着生活被打扰、隐私被侵犯，甚至长期承受网络舆论带来的压力。真正成熟的追星文化，不应该建立在无限靠近偶像私生活的基础上，而应该建立在尊重与克制之上。因为真正喜欢一个人，不仅要尊重他的作品，也应该尊重他想保护的人。评论区聊聊，你更支持哪种观点？是觉得颜值可以公开讨论，还是觉得无论如何素人的脸都应该被保护？或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，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话题才值得被持续讨论。有人认为，只要照片已经出现在网络上，就意味着可以自由评论。也有人坚持认为，即使照片能够看到，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有资格随意评价。法律能够规定什么行为属于侵权，但道德和尊重却需要每个人主动去守护。互联网让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却不应该让人与人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。真正文明的网络环境，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讨论，而是知道哪些事情应该停下来，给别人留下一份安静和体面。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家人身上，我们又希望网友如何对待他们？也许当我们把自己放进这个问题里，答案就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了。欢迎把你的观点留在评论区，一起理性交流，尊重不同声音，也让更多人重新思考网络时代隐私与尊重真正的意义。其实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，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更清楚的答案。第一，隐私从来不是明星一个人的特权，而是他身边所有人的底线，包括那些从未选择站上舞台的家人。第二，公开本名和公开家人隐私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，一个是自愿的分享，一个是被动的曝光，不能混为一谈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一个粉丝群体真正的成熟，恰恰不是体现在你有多了解偶像的一切，而是体现在你懂得在哪里停下来，懂得区分关心和越界。这个界限，说到底，才是我们今天真正该聊的东西。你怎么看？我们下期见。